你知道那天呢，我妈妈就是跟她亲朋好友说森达很好笑，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大家在聚会很开心，然后我妈妈说，森达你讲个笑话，你讲个笑话，我就说，老公讲个笑话，你讲得很好笑。我还不够烦。对，然后我老公休假的时候我还要讲笑话，就像是现在，我想看牙齿，其实这个我很长的。我还蛮能体会的。对啊，怎么看？看着牙齿，怎么看？大家在吃饭，他要求我帮朋友检查一下牙齿。想帮他拉生意啊。对，但是那个灯光很就是帮朋友看一下这样。你们两个好烦啊！是想要帮忙，对，你也是想让大家知道他多喜欢好笑啊他，对，觉得他很可爱，没有安静，比较久。上次我们做了一集呢，让老公戴上牛皮纸袋后，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那一集播出之后呢，广受老公们的好评，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他们就说：“我也要讲我老婆的坏话。对，有这么好看，为什么不找找我呢？”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升级，因为最后他们可能头到还是会被拿下来。我们今天直接让老公来抱怨，但是我们签了一个不能那种保命条约。保命条约。当日事当日毕，回去不能再翻旧账。就如果被我们发现，就是你们身上有伤，或者是有人突然离奇死亡的话，这个我们就会报警。不能打他就对了，不能回不去，能打，不能骂，不能吵架。对，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老婆抱怨老公的，好像都还没让老公好好讲讲他们吃了什么亏嘛。总算等到这一集了。因为真拿你每次来都是讲你老婆的好话啊。其实是，我今天我要喷射。然后我记得 Apple 每次来都是讲你老公好话，对，好像是。可是你其实对他很不爽吗？也没有到很不爽，但是有一些小小抱怨一下。我有什么好抱怨的？他们有签那个，还没签，所以他都不敢说啦。签完之后，再有人现场吵架，就是那个赶出去。那还没签可以先打吧。签了之后，如果还吵架，我们就停机，这一期就废掉。好严重！直接他们赔钱嘛？酬劳可以拿吗？不能拿酬劳可以拿吗？没有。你们还要付我，还要赔钱？我们这场开棚嘞，就不能吵架啦，不能对，要忍住。OK， 请签。来，签了之后不能再有任何的那个伤人的话。签嘛，他们只有甲方跟乙方来，你们一张。男女双方都要签。对，甲方可以签假名吗？你签个乙方到底有多大？对啊，很怕他给我乱讲些什么啊！你自己应该是问心无愧吧？我问心无愧，我真的对他很好。你还怕什么？真的，所以我在想说他有什么可以讲。好，已经签了赵国祥跟 Apple 算假名吧？对啊，那个狗屁，讲写真名，还要写真名，是负责任了，因为是 pineapple， 甲方不得。可以啊，没关系。请写真名，还要写出真要啦名啊？，不然会大家不认账哦。对啊。好，可以了。黄伟霆，等一下，连伟霆声音有高一点，说你都不行，马上就停。但我本身 key 比较高哎，不行，不行，不能有情绪，不能有情绪性的音量。好，接下来就是深达你们。好的，来，签一下。 It's my honor。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主持人要做来宾，都还是可以的。好，2张这个保命状都已经在我们现场，把它放在这里好了。但为什么还有2张啊？啊？是不是一人要签1张啊？你们2个人签在同一张？一式2份吗？哦，不是啊，应该是他们4个人1人签1张吧？还有对不对？1人签1张。我们可能搞错了。Sorry。没签完卡。你以为叫 Queen 卡就可以凹掉？我觉得不是这个不重要，这不重要。重点是连他们2个名字都签名了，刚刚已经说这就是保命状，是会给你们玩，当然会给你们玩。这样我是很大的板子嘛。好，你们如果听得不爽的话，你们可以骂他们，还可以打头吗？用锤的，可以，但是他们2个不能互相攻击，他们只能微笑的就接受一切。对，我们陪审团。对，你们3位今天是陪审团的角色。对，要公平哦。好的，那就先让老公吧，因为今天是老公的控诉机会。没错，然后我们有准备奶嘴 Apple， 请你。啊，连讲话都不能讲啊！不能。好，国祥，你们结婚几年了？我们结婚几个月而已。才几个月你就已经有怨言了？哪有几个月？来绝语。
哪有这2个字是不是带有负面情绪？有一点哦。没有没有，你们说有没有？有一点点。法官，比如说，你是不是那个没洗澡？哪有？妹妹都洗了。对，这个负面。很负面，真的很负面。我先让你丑一 ，OK？ 我错。我还可以讲话。好，哇，我今天觉得在这里讲话好有安全感。我们都保你。你跟我手干嘛？伸懒腰。好，我们结婚几个月？快1年了，快1年，然后交往4年。是对，但是其实坦白说，大致上相处的是还不错，但是他有一些点真的是让我有点受不了。第一点就是他很喜欢诅咒我。诅咒你？诅咒不行吧？诅咒我，我就觉得很纳闷，你知道吗？因为我从来不会诅咒他，但是他很爱诅咒。预言跟诅咒是2回事哦。请问一下，示范预言跟诅咒？预言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下雨，但诅咒是我诅咒你今天不但下雨，还会淋个落汤鸡，还会跌倒，这种负面的哦，不一样哦，你要区分一下哦。那应该是介于预言跟诅咒之间。因为诅咒感觉是我希望你这件坏事发生，对啊。那预言是他觉得一定会，你开车小心可能会出车祸这种之类的，这听起来就很负面之类的，他很负面啊，我每天都要承受他的负能量，你知道吗？所以他是一个负能量的人，看不出来。他在外很正能量，对，回家就是很负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假面的 Apple， 假 Apple， 有一点，回家是拍 iPhone， 拍 Apple。就是我举个例子，这个你们等一下可以评断是介于预言还诅咒了。好啊，就是因为我会投资股票，对，然后我之前每一次只要每次重压股票，他就会诅咒我，预言我就说，我跟你讲，你这次重压一定会出事，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结果后面我航运股结束之后，我大概去年还前年，我又重压一只股票，他说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出事，你这个股票一定会赔钱。结果后面发生乌俄战争，对，然后这一次结束，我真的就是因为战争爆发了嘛，然后我想说那个股票可能也不行，我就赶快小亏出场。对，然后前阵子今年的4月哦，因为乌俄战争大家已经钝化，大家已经觉得无感了嘛，对。然后我又重压了一只股票，他就说，我跟你讲，一定会有什么战争在爆发。我说乌俄战争讲话怎么还没打完，他还在诅咒说还有另外一个战争。你只要每次重压，你这个股票一定赔钱，而且一定会有什么战争。就诅咒全人类。对啊，对，其实是很负面的发言，负面的。我们会希望有战争啊，很负面。有多少孩童因为战争没有家？对啊，他怎么会讲这种话？对，我就觉得很难过。而且通常老公投资股票，老婆不是应该说我祝你赚大钱？当然，自己的老公我赚钱还不是给你花？你看我赚钱还不是给你花？讲出来，还诅咒人类，诅咒你。结果那一次真的，我重压之后，隔几天那个伊朗射飞弹到以色列，就是因为他那张嘴。而且他每次诅咒跟预言都莫名的准，很奇怪。他平常讲的事都不准，就讲这种负面的他都准，对，负面都很准。还是说他不讲好话？他很少讲好话。哇，对我几乎都讲。总有几句吧。他会不会祝福你说，老公，我觉得你很聪明，你每次都会压中。我很少听到这种话。他每次都说我运气很差。然后就说你重压股票一定赔钱，这种会越听越差哦。不要讲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因为比如说我如果开新节目，然后我老公说你要开新节目，一定收视会很烂，我听我听会很对，我也支持我这样子。对啊。他除了这些我一想到我就一肚子火。他怎么来了？刚刚还是我开讲我吗？很多来了，一次讲。不是说只有一些小抱怨吗？其实嘛，越想越多，就是我有一点其实很不爽他，就是很不爽他，很不爽。这一点其实是比起前2点我更不爽。来了，因为这一定是讲真的。你只能用眼睛笑笑的看着他。就是他很多事情都喜欢拖到最后一刻。像什么？譬如说账单，假设5月31号他写截止日嘛，那要是我的个性，我就是5月1号收到，我可能5月5号前我就处理掉这件事。他不是哦，5月25我就看到那个账单还在那边，我就开始火就来了。然后25、26每天我都是，你还记得这几天要去缴哦，剩1个礼拜这样。然后拖到30号，我说你明天一定要去缴，明天最后一天哦。他说好，我一定会记得，明天最后一天。就没缴，没缴。他之前发生过2次，一次是什么的
网路被停掉，然后第4台被停掉，那很麻烦。对啊，我就跟他说，你害我没有看到小姐不洗地，我很不。见证确凿。怎么会是这种人呢？他老婆怎么当？可是我每天都一定要看这个节目。对啊，我懂他心情。你等 YouTube 晚1个礼拜哎。对，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要最新的，对不对？他怎么来这？对啊，你太过分了。这是一个心灵寄托。我知道。工作压力又很大。很多人都靠我们节目在撑的，对啊，人生很累。没有这个节目，我生活要怎么过下去？然后反正这种事情拖到最后一刻，然后还拖过头，我就觉得很过分。对，然后还有他是很忙吗？还是他没有，他一点都不忙。所以他在家就是他就是会忙一些小事琐事。什么？就例如可能就是陪狗啊，然后喂狗啊，然后之类的。他会喂你吗？不会。他会为你做菜吗？一开始会。他喂狗不喂你。他后来就是可能狗生日都会有那个蛋糕很精致，我生日他说你要什么蛋糕，然后不然就是到最后连卡片都懒得写。对，变了。对啊，我觉得我这个委屈，我今天一定要抒发出来。而且他还有一点很讨厌，就是。讨厌，现在觉得你不如狗，然后讨厌都用上了，真的啦，越来越升级了。像我肠胃比较弱，我自己知道我肠胃比较弱，所以只要东西一过期，饮料一过期，我绝对不喝，我就直接丢掉。但他不是，他就客家人的个性，他就觉得说那才过期1天2天，一定没事啊，你就喝嘛。然后之前就是有一个饮料放在冰箱里面，已经过期3天，他说才3天而已，我们冰箱的温度调那么低，一定不会有事的。他就逼我喝，我说我真的不想喝啊，我要丢。他为什么不自己喝？他也喝，他自己也喝，但是他会逼我一起跟他喝掉。他铁胃。然后喝掉之后我就拉肚子了。那以面相来说，什么样的面相会肠胃比较弱？真的有，真的有，一定。老师来一下，真的，你的鼻子，鼻子怎么看？代表肠胃，鼻子啊，如果就是容易会有发红，然后呢，容易会有黑头。然后或是就是有吗？就是没有很完整的、很圆润、很饱满的，那就很容易。我鼻子有点歪耶。对，我知道啊，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难怪你很长，就你也很长那个嘛，对不对？就不顺啊。我上大号很顺，可是我常常胃胀气什么的。哦，这也会啊，因为鼻子啊，它就是没有很顺气的。长得像马桶还是怎么样？就是圆润啊，饱满啊，就是鼻头要有肉，所以赵先生的鼻子看起来还好，但是我觉得偏暗，但是那个是色泽气色的意思。对，还好啊。会不会是常常被他喂过期的东西？有可能，鼻子坏掉了。对，面相还是会反映身体状况。而且重点是老公已经拉肚子，正常老婆会怎么样？就是可能帮你准备药，关心你。对，他不是，他说你那么胖，你拉一拉不是更好？对，他说你拉一拉，你这几天就会瘦一点。婚姻有点危机了。这样的世界。对呀，真的。没关心过。到现在，而且他们才1年而已。才1年就这样，我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卫生纸啊，他刚。而且我今天来到这边，我真的要把我的愤怒都讲出来。你第一次话这么多没有了吧？没有，我还想到一个，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超级不浪漫的人。对，像我就是生活中我偶尔就是会制造一些小的浪漫。然后像我们这一次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去法国。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年就登记，但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求婚。但我心里很惦记着这件事，因为我听很多身边的女生朋友说，其实女生还是会很在意，就是会希望老公是有一个完美的求婚。所以我就带他去，假装要带他去欧洲玩，我们就去意大利跟法国。然后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安排了一个当地的摄影师，就是在 booking 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是私底下跟他联络嘛，然后反正我直到到了当地的时候，我在法国我就跟他说，我们有一天我有约摄影师要拍照。对，然后那天拍照的时候风雨就是有点交加。对，其实我觉得老天爷也蛮眷顾我们，因为我们在河景的那一边突然放晴。对，然后我就想就是这个 moment 了，我就直接跪下来，单膝跪地，然后我就直接把钻戒拿出来。哇，来了，然后我就用英文跟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结果你知道他讲的第一句话说
我们都登记了，我也不能不嫁。哎呦，好姐哦，好扫兴啊！对啊，不行哎。解到不行，所以你当下是真的脸歪掉吗？就整个僵掉啦。就我你就觉得本来还有后面有一系列的很浪漫的话要讲吗？有，然后你后来就没讲了。咽回去后来就没讲啦，因为当下他丢出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要回什么了。所以这个就是让你最受不了的吗？其实我刚上述那些，其实我都有点受不了，都是不爽的啦，不然也不会讲嘛。还在气。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常常忘东忘西。然后忘东忘西之外，就是他很容易会忘记那个怎样，我要快一点，就是像我们会戴婚戒嘛，就是我除了钻戒之外，我还有一个婚戒，我们有一个对戒，他永远都忘记戴，像他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戴。你们有约好就是一定要戴婚戒？我们平常就是讲好说我们出门就是会戴。你手伸出来，他没在。你手伸出来。我没有手，手伸出来，乖。没有带啊？没带，你一起上节目不带啊？忘记在，森达有带吗？可以解释吗？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走出去，然后那个婚戒就放在桌上，所以我就偷偷帮他戴了。快点，再求婚一次！再求婚一次！弥补巴黎那天。哇，很细心哎，很 OK 的。来了！哇，超莫名其妙。要谢谢。要这样，要这样。谢谢。要先风雨交加，泼他水，泼他水。我这很烫，你们会听。不要这样这一次。来了。好可怕哦！你要担心下退吗？因为他当时回答不对，你要给他最对的回答。送给巴黎姐，巴黎姐。巴黎铁塔，巴黎铁塔，你要干嘛？虽然你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在我心中，我还是知道你真的是爱我，然后对我很好，很在乎我。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宝宝，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把这个美好的家庭延续下去。然后希望你以后要记得他哦，以后要记得他。嫁给他，嫁给他，哇！好感动哎！抱一下，抱一下。这到底是控制什么东西？不就是忘记戴婚戒而已吗？他就帮你带来。他在帮你圆场哎，我傻眼，感人哎。他暖收哎。真的啊，我会做人。所以这样子，他刚刚那一些讲的这样噼里啪啦，我也不能生气了，是不是？有什么好生气的？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我们其实要反驳一下的。对啊，换你了啦。首先，我觉得他今天话真的太多了，我从来没看过他话这么多。因为他对你有很多不满呐。好，我也对他有很多不满啊。换你，有要让老婆讲吗？有可以让老婆讲的吧？没有吗？因为今天是老公的逆袭呀，那跟我蕊是不是？我以为蕊心安，我以为可以讲哎，不能让你讲一样就好。就是呢，因为他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应酬，然后他就很常会喝醉。但是因为其实家里的大小事其实都是我在用。像什么马桶也是我在通，衣服也是我在洗，碗也是我在洗什么的。然后他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每一次喝醉的时候，他就会吐在洗手台。哦，那很麻烦呢。会卡住哦。是不是很令人生气？然后他吐在洗手台，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他会把那个塞子先拔起来，不会，他就是直接吐。所以就满满的有一个小水洼。对，然后那些渣渣就会积在那边。然后因为通常他已经喝醉，所以亲的都是我嘛。然后第一次呢，我就亲，然后那个时候的身份也还是女朋友，所以你也不好意思骂他，好，我就帮他亲。亲完以后，隔天你就会问他说：“哎，你昨天晚上吐很夸张，你吐在那个洗手台。”他说有吗？我不记得了。然后就想说好，反正他不记得那就算了。我就跟他说，那你下次可不可以吐在马桶？因为马桶直接冲掉就好了。他就说好好好。然后后面呢，我已经怀孕了，肚子超级大。
然后他也是哦，而且我那一天怀孕，我还陪他去就是 social 这样，然后喝醉了，我还怀孕，我还要扛着他回家。回到家以后，他也是醉个半死，然后又给我冲去厕所，吐在洗手台 again 2次。然后后面我进到厕所的时候，我看到那洗手台那样，我怀着孕，然后凌晨3点多，我在那边亲，我亲一亲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就觉得是在恶整我嘛，我就觉得他这行为根本就是恶整我。他明明就已经知道我跟他讲过说不要吐洗手台，但还是吐，他就是要恶整我。然后我又是个孕妇，我在那边亲，因为马桶比较低，很难吐。哪会？马桶低才好导引啊，比较好导。男生喜欢站着吐，是吗？有分男女吗？你老公也这样吗？可是是你亲吗？真的吗？没有，他自己很醉，但是他自己会亲，他不会亲。我隔天早上起来就会看到那个渣，对，他说怎么会有咖啡色，然后就一股那种酸味，我想说，问题他不会亲，他就是昏倒在地上。然后我那天就是边哭着边把那些渣用完，然后很火大，我还真的踹了他几脚，反正他也不会记得，因为太生气，我是边哭边踹的。然后后面隔天我就太火了，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孕妇情绪，为什么要让一个孕妇凌晨3点挺着大肚子，已经那时候8个月了吧，都已经快生了，然后在那边帮你清吐呢？然后他自己看了也会想吐哎，对，然后重点是因为他已经犯太多次，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然后他就给我找借口，他说那你可以不要亲，那你可以不要亲啊，我醒了自己会亲啊，我就说屁啦，我怎么可能不亲？屁啦这个词不太对哦，情绪用我就说你乱讲啦，要有那种就是负面词汇。我说你乱讲啦，你怎么可能会隔天亲？而且你隔天亲都干掉，那一定超臭的啊！所以我就自己亲完，然后我就超火，我就超火大，我就超火大，我就跟他说。从今以后，如果你要再这样子吐，可以，我给你吐，但吐一次就是罚1万块。对，因为不然你不给他一些惩罚。那你讲完这句话之后，他真的就不再吐在洗手台了吗？他好像后面没有喝醉，我现在在等待下一次。看可不可以赚到1万块。对，所以那1万块我起码清的时候比较那个清洁费1万。对，清洁费1万啊，可以，这个很火吧？ OK， 好，讲完了哈，讲完了。OK， 好，2个人握手，一直可以吗？好像真的有问题。真的手心啊！好了，握手。你用破格什么破防？你要破防了是不是？没有，握手，你看。OK， 说我爱你，老公。我爱你。你要说老婆我也爱你，老婆我也爱你。我以后不会吐在洗手台了。哇，真的吗？真的啊。要是吐了怎么办？说到做到。1万块。我现在是有1万，现场有录影存证。1人1万。录影存证。1人1万。做到吗？签名。1人1万。再吐洗手台。对，写再吐洗手台。再吐洗手台1人1万。对，这边我们听说要有，把名字也写上去哦。写在上面吗？直接写。待会全部人签名。洗手台1人1万。你完蛋了，节目组也有。节目组也要拿1万。我们60个，那就60万。哇！他绝对不敢再吐了。什么？吐洗手台1人1万。你要讲，你要去写几人，总共几人？总共几人？然后共60人。共60人。因为我们便当都订60个，我们是一个很大的 team 哎。对，我们的团队很多人。然后请签上你的名字。共60人。今天。哇！那我们希望你股票赚钱。股票赚大钱。股票赚大钱。国强，祝你赚大钱。录影存证了。继续重压。哎呀，真的不要重压。继续应酬。等一下去喝酒。好酒量。等一下去喝酒。国强好酒量。这一段很完美的 ending。好，来了。那我们要请若琪先带上奶嘴了。哇塞，就是若琪，她是一个到哪边都喜欢觉得自己很可爱的女孩子，然后她就一定要。但是你不觉得吗？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她在我眼里就到哪边都是一样可爱，所以她不需要到哪边都一直要拍照。比方说有一次，她就是现在纽西兰是秋天嘛，大概可能5度
3度5度这样子，他就是随时都要露着他的小肚肚，露他的小肚肚，然后就是出去说，我这边要拍美照，这样才青春，怎样怎样。后来我们就刚好经过了一个冰川，就是有冰川，有冰川，那么冷。对，就是我们都看得到那山顶是蓝色的。他说这个地方适合拍那种水中倒影，所以他就在一个很诡异的 moment， 大家都没有准备好要下水的时候，他把鞋子脱了，他就走到0度的水里面去了。哇，很勇猛哎。是，然后他走进去之后厉害，不知道为什么纽西兰的湖都是超级漂亮，对，然后看起来都很无害，但是石头都超尖，但是我没有走进去，我不知道那个有那么尖，他就一路就往那边走，他突然就感觉好像就是整个人就进去那个湖里，我说玩这么大，进去了，对，他就是原本只是这样，然后突然就这样，就突然水就这样子灭顶了，有一段比较深，是，他就头还是在上面，其实不是深，是因为脚太痛，所以他跪下去，哦，哇，他一跪，他膝盖也很痛吧？更痛，他整个人，而且水温是0度哦，那个情况下就是基本上他当时穿什么？他就穿一个瑜伽裤。还有一个那种露肚子的衣服吗？对，就是露肚子的那种女生那种30度穿的那种瑜伽裤。哎呦，然后他下去，我就说好，你这么认真，赶快拍。他不拍，他就是哥哥，然后我哥他会，他就是他冻僵了。他就是在水里就一直维持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冷就上来，然后他走不了，他就这样，他痛，哥痛，丢起来了，对，然后看起来又很危险，对，然后我又看到他一只鞋就是随着那个湖水开始飘走，所以我瞬间我就是好像也没有太多选择权，我就是穿着秋冬的衣服，我就跳水去把它捞回来。哇，你没有带新的衣服吗？我没有准备要跳水，所以不会有什么新的衣服啊。 My God！ 我就整个冲下去，然后把它一下真的超冰，然后超冰之后，我手机就赶快那个丢，然后捞上来之后，厉害了，冷死了。我原本穿的那件外套，我就是危急的时候我就丢在那个，后来我就是要继续帮他在那个冰川里面捞拖鞋，因为他拖鞋飘走，他等下回去没办法走。对，我上岸的时候看到他干嘛，你知道吗？他拿我唯一一件干爽的外套拿来擦身体，他顾他的头发跟身体，然后把我所有唯一一件干的外套拿来弄他自己，然后踩在那个脚底下，然后弄干他的脚趾头。那你呢？你出来就是整个全身湿全身湿漉漉。那应该是冷到一直发抖吧？是冷到当下，我觉得我是心痛还是身体痛？因为我全身同时间都很痛。对，因为你上岸的时候，他们立刻把那个脚底下的外套拿来给你披。没有，他说哥哥，我们走，哥走。然后为什么叫你哥哥？叫我赶快把拖鞋给他，他就还穿拖鞋，他只顾他自己。这个是第一次要我命，然后这个我就先原谅他。后来我们是因为我就是露营车自驾，对，然后我们的车上其实是有4个床位，上面有2个，然后下面有2个，上面其实是升降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我是驾驶，我很讨厌我开车的时候有东西会晃，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行李就是喜欢固定在一个很牢固的位置，每一次上车前我就会整个人扑进去，然后把东西都调到我觉得最安心，对，就会调着，我突然听到，我就想说什么东西没电了吗？哎呦，下一秒，我被压在2张床中间，我人是这样趴着的姿势，然后这边是行李，然后我趴在心中，然后就，等下那压力有很重吗？你在玩床是不是？压力有很重吗？压到我没办法正常讲话，然后我就握紧，因为我知道唯一会把我压的绝对是他，他一定按了手啊。对。然后我一回头，因为我的视线已经被那个行李箱卡住嘛，我这样看他，然后我就看他果然站到我身后面，他一直在笑哦，他笑得很爽。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开玩笑吗？还是什么？我说你干嘛？我正在弄东西。他就说我想要画睫毛。所以他的包包上面有一个睫毛膏是在上铺的地方，然后他知道我在下铺整理东西，然后他想说他应该抓得准。他就把它弄下来，然后就把我卡在那个地方，卡了我看有10几分钟。这么久？你有觉得不能呼吸吗？我就是压在那，我就是被固定那个像是一个要被做成标本的形状，这样子。青蛙标本。然后接下来是他弟弟，因为我们跟他弟弟一起去，他弟弟就是从超市采买回来，然后在那放冰箱，说你姐夫被压在那里，然后才过来把我放出来。那
对啊，为什么不开？回去。他不太会用，因为他前2次弄的时候床越来越紧，持续下压。你还会把它往上压，然后就越来越紧。我说我媳妇，不要碰，不要碰，就这样。然后我就是被压在2个床跟行李中间。第2次，第2次害你，是他弟弟救了你一命吗？他弟弟救我一命。他弟弟一按就按对吗？一按就按对。你知道美国那种骗子，对，就很多人会被床折起来，然后就整个人这样，然后没有人发现。对你可能就是扁在那边。要是小舅没回来，我现在可能就是个标本。哎呦，是这样，是这样。台湾就痛失一个喜剧泰斗。也不会到痛失，就是少了一个搞笑的人啊。每一天会少一个人，会少一个人，少了一个同事。原来是这样，无关痛痒的，也不到痛。是，对，就是短短几天就发生了这些事。但真的很过分。我觉得致命这个是太可怕了。对啊，夺命。是你老公哎，是。好，怎么会这样？首先，我老公他说那个露营车是因为他有规定，我们在露营车上面就不能，我也没有化妆，基本上他就说到站就要下车，就这是我们度蜜月，但是基本上我没办法有时间化妆，我都穿着隔天的衣服直接就出门。他说5分钟门口集合，所以基本上我跟他出门没办法化妆，所以我要加紧我弟弟去买超市的那个时间，因为他们买完超市就要回来，我们就要开始拍照了。我连妆都没有化，所以我想说趁那个10分钟赶紧化妆。所以你看到他被夹在那边，然后你还有心情补妆，还是说我是说你先忍着，因为我怕他就是我怕我一去动他会死得更惨，所以我就干脆就是大家都停在那边好好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他做什么？他就在那边做了什么？他等待救援。我只是想要，我只想要带他旅途平安而已。就等待救援，然后我只是在敲行李。对，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他规定我们露营车上面很多事情不能，所以我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不能按什么。他说不能在上面刷牙、洗脸，不能上厕所。可是露营车里面有厕所吗？对，他不能使用。他就说不能使用，不能使用，是坏掉吗？没有，他规定我们不能使用。他就说，因为这个露营车要保持干净，就大家尽量就是不要在车上用水啊，因为到时候要倒什么灰水啊，什么好像很麻烦，要自己清自己的那个东西这样。他就说东西都不要，所以上面的机器我根本都连看都没有看过，就是不知道按什么。有，一开始我有花1个小时没有带大家认识整台车子。没有，就只有你认识。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螺丝钉。了解。我觉得你老公他不顾一切跳进0度的水救你这件事，你为什么我会很注重我脚趾头？因为其实不要看我这样乐天，但是我有地中海贫血，我是属于那种手脚会很冰冷的。如果他冻在那边，我手脚就缩在那边，我是不能动。心脏为什么还穿那个夹脚拖鞋？因为我想说我要去拍照，我不知道那个水这么冰。就是我没有意识到，哇，天啊，这么冰这样。他不知道那个水都，他就用手指这样碰一下，才知道那个水这么冰。没有，我就直接进去。我想说因为他是士官长，他觉得速度要快，要赶快拍照嘛。我就直接踏进去，没办法回头，因为太冰了，我就只能再往里面走，然后走一走。下意识你会不敢回头，因为你有一个眼睛很锐利在瞪着。他说你要拍照快拍，我就只能很冷嘛。可是你要走到湖中拍才好看啊。我想说，那我赶快夹紧脚步走进去，我发现我走不了，太痛了，然后又很冰。那我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嘛，然后我就忍不住就跪下去，我就因为太冷了，他就过来救我。然后救我，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地中海贫血，所以如果我头又湿，然后我脚又冰冷，手又冰冷，那我是不是很容易怎么了？所以我为了我自己保命，赶快看有厚暖的衣服，赶快把自己包住，不要让自己冷到，不然到时候我受伤了，或是在那么纽西兰这么地方，如果我受伤的话，他会很麻烦，所以我要先自救，你懂吗？如果我自己如果怎么了，他会很麻烦啊。你看，因为我如果上来的时候，你照理说也要分一点外套给他包一下啊。因为你看一个东西，你把自己包那么紧，像蚕这样包起来，你就在取暖当中。如果你放一点冷风进来，其实会很冷，对不对？因为他是士官长，他很会游泳，所以他知道他会游泳，那还是很怕冷。对啊。而且没有，我跟你讲，我要再讲一件事，你知道他从纽西兰回来，他变得多怪，你知道吗？怪。你知道之前我们在节目上不是说我走路都走到旁边要配合他的步伐吗？然后在纽西兰都是右驾嘛，他就说好，我是你的 Mr. Right， 他就 always 走右边，我要走到他斜后方45度哦。他说，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他要以他为目标，比如他走，他往哪里走，我看他肩膀往左，我就要跟他往左；他往右，我就要往右。
你懂意思吗？是不是因为你走比较前面会踩到他之类的？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允许他走在我左右边，可是他从纽西兰可能那边右驾干嘛？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哦。他开始很挡路，就是我右转的时候，他会就在我前面其实他就右转直走就好。就是会一直撞到。哦，一直不顺畅。所以我现在都会跟他说，我要右转。所以我会希望他自己退开我的右手边，我要走路的范围，挡到你。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你们现在默契培养起来了吗？45度，好像还行，就是走看好不好？就是我们绕2圈好不好？他走路对不对？我现在跟他讲话哦，他不会为了我回头，比如他走路，我要跟他讲明确的资讯，你们就吃饭。好。这是什么不对？那你可以跟他讲一些资讯。哎，老公，那个左前方有一个你喜欢的衣服在特价85折，这里。什么？这什么情绪？这回应吗？不回应，我就跟着他走，他不会回答我，他不会为谁回头或停留，他就是一直走。他决定要去，他就会过去，他就往85折那边走，我就跟着他走就对了。再讲下家店。对，我就讲下家店，然后走一走看，哎，右前方那个是你喜欢吃的牛排，你要不要进去？这样，然后你要往后推到他这个就保持这个距离，这样他往那边走，我就跟他往那边走。他如果他有兴趣，他就往这边走，我就走了，拜拜。对，所以你要很看着他的肩膀的，要去哪里？就是这样子右转，这样左转，这样。你要挡路了，其实我走过来很明确，对不对？全场人都知道我刚刚要回位置了。对。可是他还会在那边跟你杠个2、3句，然后一定要挡到你的右脚，然后你把他推开，才有办法。他算是一个蛮烦的。他很鲁小。你才烦你，可是我觉得他也很费心的在控制你的步伐有没有很顺的往前呢？对。可是他就是说，哎，我要右转喽，他会在那关键的时候，然后右转。他要想说要让哪边，对我会问他去哪边呢？又被我推开，就是我一直被他弹开，对，没配合。你是要很用力的把它弹开吗？我会把它弹开，而且你们如果在正常餐厅吃完饭，大家都已经吃完用餐，最后一道餐点饮料都喝完，有冰块，大家已经在闲聊了，闲聊大概5分钟10分钟，是不是？这时候比方说某一个长辈起身或者是什么，大家就差不多起来，账单起，大家就走了，这时候他会说我要上厕所。对啊，大家走了就上厕所。刚刚在聊天吗？长辈老的老，那个拐的拐，就是这样站在那边，然后这样扶着桌子，然后等他上厕所，然后他永远大家以为是小号的时候，他都来大。那很讨厌。我跟我一些不熟的阿伯在那边尬聊5分钟，阿伯说一起棒赛。一起棒赛。我想到一件事情，他大便不讲的，到底谁比较累嘛？在生活中很累啦。没有，你比较累吗？我们都很累，我想。没有，有一个。你别我要上诉。怎样？你知道那天呢，我妈妈就是跟她亲朋好友说森达很好笑，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大家在聚会很开心，然后我妈妈说，哎，森达你讲个笑话，你讲个笑话，我就说，哎，老公讲个笑话，你讲得很好笑的。我还不够烦。对，然后我老公休假的时候我还要讲笑话。然后我老公没有，他讲完哦，你知道我的手机收到一个汇款账号，他说你要汇款给我2万块，他跟我说立马现在汇来，我说可以算便宜点吗？他说打过折了，我现在就要看到了没？我会啦，他就立马叫我看，真的我把之前其他的聚会啦，什么一些生日的那些笑话，通通结算一个清单给他。因为你是不是已经警告过说不要在私底下的时候叫我讲笑话？是。他还是屡劝不听。哎，讲笑话，你最好笑，来讲笑话。好讨厌！我才用你最好笑开头，通常就会很难笑。最好笑，我没有说。就像是现在，哎，我想看牙齿，其实这个我还蛮能理会的。对啊，怎么看？看什么牙齿？怎么看？大家在吃饭，他要求我帮朋友检查一下牙齿。聚会上每一个人检查牙齿。你觉得他这个牙齿适不适合做贴片？然后那个灯光，我想帮他拉生意啊。对，但是那个灯光很暗，就是帮朋友看一下这样。你们两个好烦啊！烦了。因为就是想要帮忙，你也是想让大家知道他多好笑，对，觉得他很可爱，很好笑。谢谢。但是谢谢你，我今天学到一招。怎么样？下次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传汇款账号给他。咨询费。哦，对哦。你呕吐的时候也要一个，还有一个哦，对。我想。
刚刚听完，觉得谁有理谁没理？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觉得哪对夫妻不吵架嘛，很正常。就是说，可能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可是真的就是床头吵，床尾和啊，而且不可能就是永远都是没有架吵，那也很奇怪吧？就是很没有火花，没有火花，对啊，我觉得另外一半还是就是我们都会默默关心对方。就我举个例子哈，就像我老公之前有一阵子啊，刚好我去化妆的时候呢，我就遇到我一个化妆师，他就化一化妆就戴起眼镜，然后在那边帮我画贴睫毛。我说你这什么东西好酷哦，因为他拿了一个折叠眼镜，然后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折叠？他说这是老花眼镜。我说老花眼镜做这么帅还是折叠？我说很棒，在哪里买的？然后他说我在法国买。我就想说我觉得很酷，然后我自己可以买一个回来，然后我就默默订回来以后，我就帮我老公订了一只，然后我就说，老公，我帮你订了一只眼镜，虽然呢，就是你现在没有老花，但我觉得有一天一定会用得到，然后他也可能会觉得说我在诅咒他，诅咒，对，可是他就说，好，那你就放着。结果呢，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发现。我以为我没有老花，你那天那个眼镜给我一戴，我才发现我有老花，因为我在看文件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戴起来很清楚。然后我就说，对哦，那他就很感谢我，就说，谢谢你帮我买这单。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无形中我们都会照顾到对方，对方也会照顾我们，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没有老婆的话，你们的生活也是不好过，或没有另外一半，你们也是没有那么多火花跟多姿多彩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是觉得，我老公啊，他自己虽然还没有戴那个老花，没有一直戴，他就是看文件的时候戴。那他一般时候，尤其到下午晚上，其实常常都会觉得花花的，看什么都觉得花花不清楚。可是呢，有时候环境很暗，你走一走可能会撞到别人，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后来呢，我因为我就去做了很多功课，我就找到一款叶黄素，然后是很多人都说很有感。我发现上了年纪呀，然后又生了很多小孩，不保养真的不行，而且有保养有差。所以我想说，今天就带一款就是很不错叶黄素来跟你们分享。当然就是这个金研叶黄素，加油！他们家是100年健康食品大厂，就是那个基金很有名的那一家。然后呢，他们家的叶黄素啊，在叶黄素领域啊，其实也有深耕多年，而且呢，他们的配方是非常厉害。我觉得不管男女老少，一定都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照顾自己，还能保持明亮健康嘛，对不对？我们整个人他看起来很有精神。这个牌子我知道啊，这个牌子就很安心啊。我自己选一些叶黄素啊保健食品，我都会选大厂。为什么？因为大厂其实就是它有日本实证，然后调配出对人体我觉得是最好的配方，它是一个复方比例，所以呢，我觉得有医师的认证，然后又有大厂作为一个保证，我觉得就超级安心。而且你知道它里面的配方，它是5合1的完整配方，所以对它可以提供非常完整的保护。大家就会问说，那它里面有些什么成分呢？其实很简单。基础的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它是5:1的黄金比例。叶黄素就是帮你内建一个像防护罩，然后让你减少光线的伤害。还有呢，里面有一个成分是从黑醋栗萃取的花青素，黑醋栗跟蓝莓比起来，当然是比蓝莓多更多倍。所以我觉得，如果它的比例啊跟配方啊都非常好的话，你吃起来是不是也会更安心？是，对。那我想问啊，就是你们什么时候会想要就是补充叶黄素这个东西？晚上开始觉得想要把它放大，对，大概是这样。那其实这瓶我觉得厉害的点，除了刚刚我讲的花青素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虾红素。虾红素呢，其实就像清道夫一样，清道夫的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即刻有感，然后可以提升保护力。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像它就是这样子一颗一颗的。然后其实大家会讲说，为什么要补充叶黄素？因为有时候像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如果你在很黑暗的环境当中，但是你又没办法很清楚的时候，是会就会觉得有点危险，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不管男女老少，定时定量补充。像我自己是餐后就2颗，然后大概3到6个月，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效果，就明亮感很清楚，会很清楚。那其实金研叶黄素呢，它里面除了这些成分之外，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A 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暗处视觉。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
晚上开车，你就比较不会很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跟别人比较会容易有车祸啊，或是不清楚的情况发生。所以手机想要看自己的脸漂不漂亮，也不需要再这样子。不用放那么大。很重要哎，很重要所以1天2颗就好。1天2颗，而且餐后吃，因为它里面有维生素 A，所以其实是帮助你，就是餐后才比较好帮助你吸收的。哎呦，太棒的真相真了。的啦。需要。怎么办？回去会不会吵架？你觉得？不会。可是我觉得若琪好像听得蛮开心的。对啊。哦，因为其实我刚其实保命的比较想保我这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对他凶的人，我就只是会他跟我讲，你不会对他凶，你只是直接置他于死。直接压扁就好了。哦，那对。所以 Apple 应该没有那个嘛。我也对他很好，我才不会对他凶嘞。所以回去但我今晚刚那句话很凶哎。哪有？刚刚我们在稍微停录的时候，你假装要帮他按摩，没有，我是真的帮他按摩，好像很用力。是帮他按摩，怕他头发会被抓掉了，那边缺一块，那边缺一块，刚剃好的，有吗？舒服吧？还好。所以老婆们都 OK，现在心情是好的吗？可以，还可以啦，可以了。还可以啦。对啊，算舒畅，就刚都有讲到的，我觉得还蛮舒畅。老公，我们需不需要一人拍一台 GoPro 回去保自己？应该。下次会做一集是让老婆讲的吧？会吗？没有。怎么讲？因为你们常来我们节目讲老公坏话，还没讲完。你老公已经够好了，他愿意花60万的。是啊，对啊，你老公差点死，有录影机，我花了2万呢。因为你一直是他讲笑话，对啊，不一样，知道？把那个坏习惯戒掉。真的，国强应酬加油！是。加油！我们期待你就往那个洗脸盆吐。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